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回答小轩的一个问题，如下图所示，这边有一个大的长方形呢，由 A、B 两长方形所组成。这一个大的长方形，它是由 A 这个长方形跟 B 这个长方形所组成。若 A、B 两长方形的面积分别为 9x 平方减1、9x 平方加 3x， 且 A、B 的边长均为系数是整数的代数式。若 x 为正数，请问大长方形的周长为什么代数式？这边让我们先把题目给的讯息标到图上面。题目说长方形 A 它的面积是 9x 平方减1，然后 B 这块长方形呢，它的面积是 9x 平方加 3x。然后题目要问的是这个大的长方形的周长，也就是说这一些所有红色线段加总起来就是我们大的长方形的周长。然后呢，它要问的是说这个周长是什么代数式，也就是说它会长得像这个样子的多项式一样，或者长得像这个样子的多项式一样，它一定要有 x 在里面。再来我们透过观察这个题目，我们会发现A 跟 B 呢，它们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它们有一个共用边，绿色这一条。这条绿色共用边是我们解这道题的一个关键等一下我们一定会用到它。在正式进入解这道题的过程之前呢，让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过程一定会用到的一些概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方差的公式。还记得我们平方差的公式是什么吗？ A 平方减 B 平方，平方是这里的平方，然后差呢是它们之间的这个减号。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写成 A 加 B 乘以 A 减 B。这个公式我们之前有讲过，它是利用 A 平方，然后把它画成一个正方形的面积 ，B 平方把它画成一个正方形的面积，然后互相去减掉之后挪移长方形而得出来的一个公式。再来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因式，什么叫做因式分解首先什么叫做因式分解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多项式，这边我们用一个范例 x 平方减1，这是一个带有 x 的式子，然后它是多项式的一种。当有一个多项式它被表示成连乘积的时候，举例来说，如果是这个多项式这个例子的话，它可以被表示成 x 加1乘上 x 减1。从这个步骤到这个步骤，我们用的是上面这个平方差的公式，然后这个过程呢就叫做因式分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多项式 x 平方减1，当它被写成 x 加1乘上 x 减1的这个过程，它就叫做因式分解。而其中呢，这个括号或者是这个括号，它们名字是这一个多项式，也就是这个 x 平方减1的因式。在复习完这两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题目了。然后看一下题目给的这个图我们会发现面积呢，一般来说它是边长乘边长嘛，而当我们的面积如果是一个多项式的时候，那也就代表它的边长会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如果我们用我们刚刚介绍的因式分解的这个语言，也就是说多项式的因式这种语言来表达的话，那么面积如果是多项式的话，那么边长呢就会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面积 A 呢，它是 9x 平方减1。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可以被我们改写成 sinx 这整个数字的平方，减掉1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1的平方。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 sinx 的平方，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的 a 平方，然后这边的1平方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的 b 平方。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上面的平方差的公式，也就是说这个可以写成 sinx 加1乘上 sinx 减1。第一个括号是我们的 a 加 b， 第二个括号是我们的 a 减 b。而当我们成功的把这个多项式改写成连乘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因式分解。再来让我们看到长方形 B， 它的面积是 9x 平方加 3x。这边我们看到这一项 sinx 它有一个因数3，那么9呢它也有因数3，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公因数3提出来，然后这边呢有 x， 这边呢也有 x， 它们有公因数 x，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 x 也提出来，所以我们前项后项都一起提出 sinx， 也就是说前面可以写成 sinx 乘上 sinx 加上后面是 sinx，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 sinx。 那么在提出公因式之后，这边的公因式是它们都有 sinx，也就是说它会等于 sinx 乘上前面呢有 3x 这么多个 sinx，
加上后面这边呢有一个 sin x， 所以加上1。好，那么这边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如果一个面积它可以写成这个乘上这个两个东西的乘积，然后面积 B 呢可以写成这个乘上这个，然后再让我们回来看这个图，它们有一个共用边所以刚刚那些乘积里面相同的，那它必然就是这个共用边的长度。也就是说，我们长方形 A 跟长方形 B 它们的共用边就会等于这个跟这个的公因式，那它们的公因式是这个 sin x 加1跟这个 sin x 加1，因为它们都有这个东西嘛。这边是我们的长方形 A， 这边是我们的长方形 B。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个绿色的共用边，它的长度是 sin x 加1，而既然是长方形，那就代表说这个的长度跟这个的长度是一样的，跟这个的长度是一样的。而面积 B 也就是这个，它可以写成 sin x 乘上 sin x 加1，那么 sin x 加1呢已经是这里了，那也就是说剩下来的这一段一定是这个 sin x， 也就是说上面这边呢也是 sin x。再来我们看到面积 A 也就是这一块，当这个边长呢已经是 sin x 加1了，也就是这个了，那另外一边一定是这个 sin x 减1，也就是说这一段一定是 sin x 减1。那么这边呢因为是长方形，所以也一定是 sin x 减1。所以我们这个大的长方形的周长，它就会等于绿色的 sin x 加1加上紫色的这个 sin x 减1加上橘色的这个 sin x。那么因为这样子只是周长的一半嘛，所以全部再乘以2。括号里面先计算，所以它等于 9x 乘以2等于 18x。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18x。好，那么为了怕大家搞混，所以呢，我把最后这一个呢留到最后讲。题目其实有提到 x 它是一个正数，那么这个条件为什么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呢？其实我们是有用的，只是我过程上面呢，我先不想要讲，因为怕你们搞混。但是我们已经算出答案了，那最后我再补充一下 x 为正数这个条件在什么地方有用到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等号，当我们的面积 A 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这个等号它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有可能我前面这个括号我乘-1，后面这个括号乘-1，那么-1乘-1负负得正，所以是相同的答案。可是如此一来呢，它的边长就会变成是-3x 减1乘上-3x 加1。而这个地方，这个括号代表的是边长。那从这个地方看x 如果是一个正数，那么正数乘上-3之后它是负数，负数再减1呢，它也是负数，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负数。可是边长有负数的吗？边长不能是负数，所以在这个步骤呢，我们其实是用了 x 为正数，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两种答案里面呢，我们应该要挑我们下面的这一种。相同的道理，面积 B 在这个等号的时候呢，我们也用了这个 x 是正数，然后来让我们得到边长应该是这个乘这个两个相乘，而不是另外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3x 乘上-3x减1。好，那么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